决。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吗？今天是你三魁伯伯的忌日，你忘了吧？唉，我对不起他，我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行了，你也长大了。 以后你自己好自为之吧。你的事情我不管了。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以后你想干什么，你自己决定吧。爸，我明天。 我现在就会见下去，没有人逼我，是我自愿的。我的事情和你没关系，和其他人也没有关系。我的路我自己走。如果有句话我就告诉你，我不会争一辈子包子，当一辈子炊事班。 等等，就是再急也急不过今天晚上，我也跟你妈好好聊聊。我走了。去吧。是。报告舰长，王海军前来报道，请求处分。哼，哎，我因为民航的问题，现在正在停职反省。你的事情由新调任的政委来处理。这位就是新来的陈政委。 陈政委，我请求处分。你就是王海军，你的情况刘舰长已经跟我说了，处分应当要处分。不过我们舰队马上要大比武，我想给你个带队立功的机会。现在去炊事班报道。陈政委，你还是处分我吧。你现在不处分我，将来一定会后悔。小伙子，你这是在威胁我吗？告诉你，我可不是吓大。 你是想早做处分，早省心呐？告诉你，我不会让你省这个心的。我要让你的错误多折磨你几天，好让你这小子长长记性。立正，目标炊事班，起步，走。 哎，老陈，说正经的，司令员是怎么说的？司令员说，怎么处理他都行，甚至于可以让他牺牲在疆场上，就是不要让他脱军装。司令员说的时候，眼圈都红了。
我当时都受不了了。那你打算怎么处理他？你说呢？别问我呀，我现在还是戴罪之身呢。戴罪之身，这戴罪之身也不错嘛。我连老虎笼子都敢钻，还怕你们处理我？小玉，你看，今天爸爸这事行头怎么样啊？今天啊，上级领导要到我们所来宣布对我的处理决定，我倒要看看你王山魁怎么收手。其实这也没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嘛，啊，就要山崩于前不变色嘛，啊！哎，我跟你说话呢，你不认识我了，啊？爸，我也有一个重要的决定要向你宣布。我说你一个小孩子，能有什么重要决定？重要，当然重要。行啊，只要不是你当兵的决定，我都可以考虑。啊，父不当官，女不当兵，这是咱们家的基本原则。从今天起，不，从现在起，我们要与王海军一刀两断。以后谁也不许再帮他的忙，谁也不许再理他，这也是我们家的基本原则。为什么呀？你不是说在你的帮助教育下，他各科成绩都突飞猛进，很有可能考上大学吗？不要问为什么。作为咱们家唯一的妇女代表，你应该也必须尊重我的决定。哎呀，我要帮你，这也得帮得了啊！我现在啊，这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小玉啊，来，帮我把这白头发拔了，当一糖吃。啊。低点头。啊，来了，来来，快！啊！你好，呀，上班去了啊？哟，买菜了啊？你好。马公，你怎么才来呀？大家都坐好了，司令员和政委都在里边等着你呢。没见过法院庭审吗？庭审？什么庭审？法院庭审，人都到齐了才会带犯人吗？哎，老马，来，到这儿坐。我能坐这儿？能坐，来吧。坐下。你看这选票。政委、司令员，开始吧。同志们，安静一下啊！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很重要，我们根据群众的意见，通过民主选举，我们要选出我们509研究所的所长。我强调一点啊，现在每个人手上呢都有1张票了吧？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自己手中的民主权利。把你们自己信得过的同志填上去，
不要开玩笑，不要起哄。把黑板抬上来，大家可以填了啊。小表，怎么了？哎，你有没有问问卢伯伯是怎么处理王海军的？我问你话呢。报告老师，学习要专心致志，不能一心二用。现在是老师提问时间，你必须回答。唉，你希望怎么处理呢？当然是越重越好，把这一身傲骨全卸下来。怎么处理王海军我不知道啊，不过今天一早听我爸说要倒霉了。啊？马建成，马建成，马建成，马建成。马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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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姓啥？马建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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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建成。胡闹！这简直是胡闹嘛！哎，继续。马建成，马建成，马建成。马建成啊，你今天的表现实在是太过分了啊！群众的选举意见代表着民意，这怎么能说成是胡闹呢？这明明就是什么？就是你自己有意把自己跟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啊？你这是正确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吗？你说我是军阀，说我不讲理、独断专行，不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那你呢？你这是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当儿戏。我说过，我不当官，绝对不当。我虚心接受了你的意见啊，充分的让同志们发言，给同志们自由。既然同志们表了态，我当然要尊重大家的意见了。我的态度，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没错，你是跟我说过啊，你还跟我说过，怎么处理你都接受，天塌下来你自己顶着呢，你说过吧？啊？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为这件事情我们两个还击过掌。你干什么？你想反悔啊？这是两码事，这是一码事。这就是我对你的处理意见，啊！一个人说话算话，
怎么能出尔反尔呢？就算我答应了你，广大人民群众也不能答应吧？啊，就算人民群众答应了，那党的民主集中制度还不能答应呢？好啊，原来你是要这么算计我啊！我算计你，你注意你说话的态度啊！我态度怎么了？你这是报复，是报复！我报复你，好，好，好，就算我报复你，那其他的人呢？其他的人也是报复你啊！你要是有意见，你可以向上面反映，啊，我有任何错误，我可以接受任何处理。王山奎，打住！我还有事儿，你先走吧，不送了啊。老马，在这件事情上，我也觉得不合适。你老马这个人，是从来不愿意当官的嘛，啊，怎么能勉强你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呢？我多次征求过大家的意见，他们一定要坚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说，既然让我们民主选举，为什么不尊重我们的意见呢？你们这些领导是搞什么的嘛？为你的事儿啊，我给上面的有关领导打过电话，可是他们的态度更气人。他们说，马建成同志长期以来与党肝胆相照，要用就应该用像马建成这样的同志。你说气人不气人？陆政委，你这是哄我呀，还是拿我开心呢？啊？我是看出来了，你跟王山奎啊，那是合穿一条裤子，从一开始就想把我往贼船上逼。老马，你这话有问题啊！怎么能拿党的事业和海军的事业说成是贼船呢？不过，第一句话，你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我跟老王的意见是一致的。不仅仅是我们上边和下边的意见都是一致的。老王可告诉过我，你们俩是击过掌的，要想反悔门儿都没有。你说老王这个人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他王山奎啊，是在报复我。他这是想了一个不偿命的杀人办法。用心何其毒也！用心何其毒也！老马，报复也好，报恩也罢，我们对你的理解是经过10几年的检验的，是在风风雨雨中感受出来的。这么多年，你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你是我们海军的功臣，也是国家的功臣。更何况，凭你的专业水平和对党事业的忠诚，陆政委，千万别把我当什么功臣啊！我不是犯过错误，你们就把我当成罪臣处理不就完了吗？不行，为了海军的发展，谁也不能处理。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在搞以信息化为平台海基通信工程吗？你说，为什么搞不起来？因为你手里没有权啊！手里没有权，你什么都干不成。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这个所长你非当不可。我说句实话，在专业上别人领导不了你，那么就委屈你出来领导别人吧。哎呀，我马建成的一世清名就毁在你们手里了。老马，哎呀，也罢也罢。
我谢谢你们，提前送我上法场，让我去得罪509所那300多号群众，啊！哎呀，我这马建成的半辈子的口碑啊，算是毁于一旦了。从此往后，我就成了坏人了。老马，话不能这么说，只要你给群众办事，公道自在人心啊。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反正啊，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领导在台上不招人骂。老马，都说你是个250，我看你比鬼都精啊。君让臣死，臣不死为不忠啊。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怕当官的人呢。这个人啊，我总结了，把窝头看得比命都重，把自己的命看得一钱不值。这工作起来不要命，一提当官怕得要命。比较实事求是啊，我还真担心你对老马有成见。锅是锅，瓦是瓦，我对他的成见跟工作没关系。开会了。他也没法决定，现在呢，他怎么决定？开会了。谁要房子？散会。这房子能不能就出个新花招了？哎，马所长，您不是说要分房子吗？这房子在哪儿呢？我们都等着房子呢。我是研究所长，不是房管所长。哎，马所长，哎，你不是答应我们的？我们都等着房子呢。马所长，马所长。哎呀，马所长回来了。哎，回来了。老马啊。哎，听说要分房子了。房子？我哪来房子？哎，不是你在会上说的吗？我说老黑啊，你干脆把我变成房子得了。老马，咱们俩可是长波台的生死交情啊！哎，你别忘了，你还拜过我为师呢。怎么说，这回也得优先考虑我吧。你说一开会吧，没人来；说到房子，人全来了。我说老黑啊，既然咱们是朋友，你总得为我考虑考虑吧？啊？我为你考虑，那谁为我考虑啊？我没房子住啊。你就只为自己考虑，你考虑过单位吗？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开会经常不到，还偷偷的在外面开了小买卖，是不是？我开小买卖怎么了？我也没耽误工作。你不开会就是耽误工作。我警告你啊，以后开会严格考勤，不到的一律扣工资。马所长，你也太过分了吧！我们俩可是生死交情啊！老黑啊，正因为是生死交情，你才应该支持我的工作呀！啊，你知道咱们所里面现在正在干什么吗？信息化平台工程，这关系到海军向电子化、信息化方向的发展，是世界军事化发展的根本方向。行，你跟我说这些啊没用，我要的是房子。
盖房子需要钱，咱现在不是没钱吗？啊，这个项目是100年大计，一旦批下来，我决定啊，向领导请示一下，啊，从项目里面拿点钱出来盖一栋楼。这真的？我老马说话什么时候假关啊？这个我信。哎，那项目啥时候批下来？啊，这报告已经打上去了，估计快了。哎，不过我丑话说前面啊，想要分到房子，就得好好上班。不好好上班的，别说房子没有，还要扣工资。啊，我就从你家了黑开始，我老马说话算话。啊，来了，哎，到了啊，哎，老马，你这不是画饼充饥吧？你要是不信的话，别上班啊！啊，我信。哎，别忘了给我记上啊。算了啊，来了哎。同志们，这次比武是对我们前一段训练的一次考核，也是对我们基地在海军现代化进程当中的一次检验。是骡子是马，咱们得上海上溜溜啊！别搞一锅烩，我们搞分组对抗，也就是你们常说的打擂台。通过武器检验、战术方法的更新、作战中是否能够快速反应，以及后勤保障方面是否能够有效的支援，全方位的考察我们基地的作战能力。和159这2个猛虎啊，3天以来，一分交错领先，谁也不服谁，都咬得很紧。什么项目？海上防空、打轰炸机群，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最关键的。以各自抬头为基准，向左小看军，向前看，小心，一路。报告舰长，全体舰员后甲板集合完毕，军事训。军，小心。讲一下。谢。同志们，这2天的比武，大家表现得非常好。158舰是咱们舰队顶级的大腕，这次我们能跟他打成平手，实属不易。不过，我们的任务不是要和他打平手，更不能输给他。作为军人，我们的目标就是战胜对手，取得最后的胜利。明天还有最后一个科目，也是我们最艰巨的一仗。大家有没有信心？有。还有什么想说的？解散。比武，这比来比去，不都是1+1等于2的程序，解决什么问题？哎，王海军，瞎嘀咕什么呢？是不是又想上第一线去了？哎呀，王海军同志，
你也不想想，你应该安心本职工作，有个一技之长，好好干你的炊事员工作。3、5年之后回到家里，开个饭店比啥都强。你再看看他们，脱了这身军装，谁还请他们打飞机呀？班长，我说你这种思想很成问题啊。这大牌子看见了吗？为了海军的荣誉，懂吗？你怎么净想着复员以后回家开饭馆啊？王海军同志，先别说海军的荣誉行不行，你先考虑考虑咱们159舰的荣誉。瞧瞧刘舰长，头都大了。哼，这有什么可头大的？这种演习又不是第一次搞了，每次都说，从实战出发，从实战出发。可哪次起到了从实战出发的效果了？哎，班长，你知道现代战争是怎么回事吗？啊，现代战争讲求的是科技、战术。哎，行，王海军，你那些大道理啊，还是留给新兵蛋子讲吧，好吧？我呀是个快复员的人了。不过我可告诉你，这158舰可不是好惹的，那可是咱们基地的大腕啊！王海军同志。说一句不该说的话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有点重了。不过想赢他们，悬。哼，那有什么可悬的？我觉得特别简单。简单？哼，那你赢一个我看看。班长，你还别将我的军，我王海军出马，一个顶俩。哎呦，王海军同志，你就吹牛吧。你就拉开腮帮子随便吹啊！我呀，去搞我的一技之长工作了。再见。海娟，包子已经够了，怎么还包啊？哎，别包了，走，陪我下棋。你先去吧，等我把这点活干完了再说啊。哎呀，我说王海军同志啊，不就犯了一个错误，至于吗？哎，就是劳动改造，它也得有个期限吧？走吧，陪我下棋。你先去吧，我一会儿再去。你说你要下不过我啊？我下不过你。哎，班长啊，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王海军，人家都说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回我信了。说吧，什么事儿？我是在想呢，现在大家都在比武，这么辛苦，那咱们炊事班能做点什么贡献呢？不就是把饭做得好吃一点，让大家吃得舒服一点，让大家干起活来更有劲儿一点吗？啊，没错呀，咱不就这么干的吗？但是我觉得呀，还不够，还不够。你想怎么着？摆上几桌满汉全席？那倒也不是，我是在想呢，咱们呀不能太本位主义了。你想想，这毕竟只是个比武，158呢都是咱们的同志，咱们应该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适时的呀表现一下。把那酱油给我拿过来啊！哎，我怎么有点听不明白了？你不会是说让咱也去支援一下158舰吧？就算你通过这次错误，思想上有了很大的飞跃，也不至于境界一下提升这么高吧？啊，现在158舰是咱的对手，从实战角度上来说，那就是咱的敌人，哪有和敌人搞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呢？走，陪我下棋去啊！班长，这我可就得批评你了啊！本位主义的思想太严重了。哎，158舰的炊事班长啊，跟我是同一年入伍的。我们俩在新兵训练营的时候呢，就是好兄弟。昨天啊，他找我来了，他跟我说呢，说咱们159舰能和他们158舰打成平手啊，主要功劳是在咱炊事班，是咱炊事班包的包子好吃。他还说，要是让他们158也吃上咱们炊事班包的包子，那结果就肯定不一样了。哎，你说说，这不是摆明了瞧不起咱159吗？啊，所以我就想，为了证明啊，咱们是靠实力取胜的，咱们给他们送点包子，让他们也吃吃咱们包的包子，让他们呀输得心服口服，别一出什么事儿就全推到包子身上。
眼珠子掉下来还得找军医，你瞪那么大眼睛干嘛呀？阿娟儿，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不对头啊？我有啥不对头的呀？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共同的荣誉吗？啊？你是不是又惦记着给谁上眼药呢？班长，在你心里我就是这样的人，是吧？那行，我刚才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没有？听清了。记得住吗？废话，还记不住我能当班长吗？好，那等将来立了功，你就照我说的这么说啊。阿娟儿，我怎么越听越不是味儿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哎呦，班长，你这还不明白吗？我不是想戴罪立功，早点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吗？哎呀，戴罪立功。王海军，你先去吧。听说你当班长了，这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领导层，恭喜啊！恭喜啥呀？就是说上了天儿，不就是个炊事班长吗？那也总比我这炊事员强多了吧？走啊，咱喝点啤酒去，我请客。别啊，明天还有比赛呢，咱可得讲究点纪律性。看一看，这觉悟和觉悟就是不一样。要么说你当班长呢？啊？去，哎，你找我到底是啥事儿？得赶紧说啊，我还得回去准备晚饭呢。不是，我是有点事儿啊，想求任班长帮忙，但是我又不知道该说不该说。说啊。按理说呢，158和159正在比赛，在这关键时刻呀，我不应该提这种胳膊肘向外拐的事儿。啥事儿啊？我是想啊，咱们两个炊事班来一个友好交流，体现一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赛精神，你觉得咋样？既然是比赛，他总得有个输赢吧？友谊第一不重要，关键是谁当比赛第二。哎呦呵，这158和159他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啊！那第二肯定是我们的了。我呢，主要是想通过这次比赛体现一下咱们两个炊事班同志加兄弟班的革命情谊啊！你还别瞧不起我们159，就说我们159蒸的包子，那肯定比你们158强。这我信，我们舰上人也这么说啊。那你看这样怎么样啊？我们呢送你们2笼包子，你们尝尝鲜啊。你们呢，也别白吃我们的包子，给咱写个表扬信啥的。这谁主意啊？我的呀。你的啊？为啥呀？你又不是不知道，兄弟前段时间不是犯了点错误吗？正在戴罪立功的阶段呢。如果这个时候我要能收到一封充满激情的表扬信啊，那没准我们政委一高兴，把从怀给捞出来了。我明白了，你小子原来是急着想立功是吧？不是，立功是前提，赎罪是目的。行，哥哥我就成全你。行啊，经理，我先回去了啊。好嘞。哥哥，你连兵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明白，你班长怎么混上去的？158今天是怎么了？完全不在状态，哪像他当兵的样子，简直是一群乌合之众。是有点不对头啊。158这回是输定了。司令员，比武完了以后上来奏见。
抽的什么风？司令员同志，158舰全体官兵集合完毕，请首长指示。人稍息。全体稍息。怎么样，英雄们？你们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满意吗？都说158舰是舰队的一条岛海苍龙，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啊？像一条岛海苍龙吗？我看还不如一只病猫呢。战斗刚开始，就被别人打得稀里哗啦的。本来就是一只病猫。这是谁在说话？大点声，让我听见。报告司令员，我们本来就是一只病猫，我们被人算计了。可不是嘛，这哪里是比武，简直是糟蹋人呢。159舰取胜靠的不是实力，靠的是阴谋诡计，靠他们大包子，这是怎么回事嘛？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看他们是故意捣乱，我们不服。都说158舰是舰队的一条岛海苍龙，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啊？像一条岛海苍龙吗？我看还不如一只病猫呢。战斗刚开始，就被别人打得稀里哗啦的。本来就是一只病猫。这是谁在说话？大点声，让我听见。报告司令员，我们本来就是一只病猫，我们被人算计了。可不是嘛，这哪里是比武，简直是糟蹋人呢。159舰取胜靠的不是实力，靠的是阴谋诡计，靠他们大包子，这是怎么回事嘛？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我看他们是故意捣乱，我们不服。是怎么回事？司令员，昨天晚上159炊事班的同志说什么？为了弘扬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精神，给我们送来了2大笼胜利包子，说是为了同心携手，共同胜利。可是吃完他们送来的包子以后，我们全舰上下都有不同的胃肠反应，个别同志还出现了拉稀跑肚的现象，严重的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送来的包子有问题？没错。这是谁干的？159炊事班的人呗。刘舰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啊！你说包子有问题，有什么证据啊？包子，我们全都吃到肚子里去了，当然死无对证了。既然没有证据，怎么能够证明问题是出在包子上？你们炊事班呢？啊，昨天没做饭啊？炊事班长呢？报告首长，这事儿都怪我，是我太大意了。可是，千万别让我碰上159了，我海军，要是让我碰着了，我非把它剁成包子馅儿不可。查，一定要查，一查到底。司令员，他们比武输了，为什么把责任都怪在我们头上？我们昨天吃的也是炊事班包的包子，我们怎么没事儿？是啊，这本来就是愿比服输。我看他们真的拿自己当下山猛虎，入海蛟龙了。什么时候都想赢，可又输不起，输了就找客观原因。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你们159舰给他们送过包子，这是事实吗？如果是事实的话，就一定要查清楚，不管涉及到什么人，一定要严厉处罚，绝不能宽容。去吧。是。
高会长，到，去把炊事班长给我叫到会议室去。是。报告，进来。哎，王海军怎么是你啊？你们班长呢？报告舰长，我们班长病了，正在输液。病了？什么病啊？拉肚子，好像是吃坏了。吃坏了？是吃包子吃坏了吧？不知道，好像是吧。王海军，我问你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是。比武的前一天，你们是不是给158送过包子？是啊。谁送的？我大人给送去的。你知道不知道？158舰上的人吃了你们送的包子，有很多人有不同程度的肠胃反应，还有一些人出现了跑肚拉稀的现象。哎，这不可能啊！我们也吃了，要反应应该一块儿反应啊。你们包的包子是几种馅儿？一种。再说一遍。一种。王海军，大丈夫做事要敢做敢当啊！王海军儿，我跟你没完呢，你评评理啊！你说我平时对王海军怎么样？他这不是逼我脱军装吗？他这不是逼我受处分吗？啊！你说我哪得罪他了我呀？他照死里整我呀！他呀！哎呀，王海军儿，王海军儿，我跟你没完！哎呀！报告舰长，这事儿不怪我们班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都是你的事儿。好啊，那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事情是这样的，我老听后勤部的小郑说，上级为了节约开支，鼓励我们靠海吃海。那本着这个原则，我就摸索了一条用海蛎子做馅儿给大家包包子的新思路。我向卫生部门打听过，人家说这玩意儿没毒，而且在大城市里还是一道非常受欢迎的菜呢。所以我就包了几笼，想试验试验。同时，我也给友邻部队送2笼，让他们尝尝鲜儿嘛。咱们的食谱多少年一贯制，早该换换花样了。您看，现在在比武这么关键的时候，咱炊事班能干什么呀？不就是在本职岗位上多下点功夫吗？也就是说，你们包的包子是2种馅儿？是。那你给我们吃的是什么馅儿啊？咱们吃的是老3片儿，同志们早就说吃腻了。啊，行啊，你小子，啊，你给我们吃的是老3片儿，给他们送去的倒是新的实验品，是吧？哎呀，没办法，老3片儿没了。不过我们炊事班吃的包子和送给158的包子是一样的。王海军，也就是说你是诚心的了啊？这跟给部队投毒有什么区别？你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哎，不是舰长，那你这可就是冤枉我了。我是仔细研究过的，而且我还咨询过专家，专家也说了，吃这玩意儿确实没事儿，那最多就是有点肠胃不适，感觉也不明显，对战斗力吧，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不过我们也吃了，这不是没什么吗？我们不能给自己投毒吧？够了！班长，王海军全招了。完了，全完了！我他娘的死定了我呀！哎，班长，我听说王海军一个人把事全担了，承认从头到尾都是他自己搞的，和别人没关系。真的啊？他真这么说的？对。王海军啊，你还算有点良心。没错，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搞的，其他人都不知道。我本来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来着。惊喜？我看惊梦还差不多。舰长，我承认，我是有那么一点私心。我搞试验，我不应该在友邻部队身上搞，我应该在我们自己身上搞。其实
我在我们身上也搞了。废话，我还不知道什么叫苦肉计啊！是，舰长英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是2家比武，那就跟打仗一样，得从实战出发，把对手当成真正的敌人，把送包子当成是削弱敌人战斗力的一种战术。您要从这个角度想，也就不会生气了。抗日战争打小鬼子，咱民兵武工队啥战术没使过呀？断铁路、堵水井、搞坚壁清野，那不都是为了让鬼子没法活吗？如果您非说要有错的话，我觉得错不在咱们，错在他们。大敌当前，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给什么吃什么。那幸亏咱送的是包子，那这要是接济敌人搞破坏，咣当送2斤砒霜，他们也敢吃啊？要我说啊，您就应该找他们舰长，给他们加强一下警惕性教育。闭嘴！王海军，你还挺坦率的啊！你个混小子，你知道不知道这次你闯了多大的祸呀？是不是上一次的事情还没有处理你啊？啊？你等着吧，这一次你就军事法庭上见吧。救兵！把他给我押下去，关到毛脸仓，1天只能放风1个小时，结结实实关他几天再说。是。老刘啊，老刘，老刘，老刘啊，我们还是应该注意政策。你说关3天、关5天、关7天，是不是关得太长了？这要是关出点毛病，那可咋办？可是你不严肃处理，怎么向司令员交代呢？是不是先向上级汇报一下？把你请来，不就是向上级汇报吗？不就是得去见司令员吗？你不行。哎，这样吧，咱们先去见一下158的牛舰长，把情况跟人家说明白，顺便赔礼个道歉，征求人家的原谅。这样吧，咱们先去卫生部，找有关专家咨询一下，看看这个混蛋是不是找他们真的商量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哎呀，我都被这个混蛋搞晕球了。接着说。政委，为这事儿，我们专门去了咱们卫生部。他们说，王海军确实找他们咨询过这类方面的事情，也证实了，海蛎子这东西不是什么有毒物质，但它毕竟是海洋生物，难免会有一些，叫什么来着？哎，我也没搞清楚。反正它也不能是绝对不能食用，只是必须得蒸熟和煮透。可是蒸熟煮透呢，也难免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腥味儿什么的。反正吃了这玩意儿啊，对肠胃不好的人是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也没那么严重。王海军在他自己身上做过试验，也就是跑肚了1天。所以他就想出这个恶作剧的办法，目的是想让我们159赢了158。完了。王海军这小子确实有点小聪明，只是老用不对地方。王司令知道这事吗？你们打算怎么办？我们已经做了处理。并且，和158的牛舰长说明了情况，承认了我们的错误，也心甘情愿地承认了我们是失败者。政委，我们想这件事情就不向司令员做汇报了，您看
好大的胆子啊！司令，这么大的事情，敢瞒着我啊？你以为就你们在调查吗？告诉你，老子也在调查，而且掌握的情况不比你们少。我问你，准备怎么处置？啊，我和陈政委商量过了，这件事情必须严肃处理。我问的是你怎么处置。鉴上禁闭3天。5天，太少了，加1倍。加1倍，10天。有一件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上次王海军擅自脱队的事情，你们是怎么处理的？我本来想让他将功补过是吗？就是因为他是我王山魁的儿子。同志，兄弟，到了舰上，就只有战士，没有谁的儿子的事情。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一视同仁。如果你们要想看着我的面子的话，那我要求你加倍处置。是。老王，你的心情我理解，可10天太多了，闹不好要关出人命的。10天，必须关他10天，关出人命，我负责任。你负责？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你说过他不是你儿子，是战士。他这是捣乱，存心捣乱。老王，你这个宝贝儿子不仅仅是想搞一场恶作剧，他有他自己的想法，这是他的战术思想。他是想麻痹敌人，削弱对手的战斗力。不过，通过包子做手脚，太小儿科了，充其量也就是个小当。不过他的思维是对的，但是手段并不高明。照你这么说，他还成了战略家了啊？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必须关他10天。我要让他知道，军队的纪律不能当儿戏。老王，别说这事儿了。我听说你要上调到舰队了。你听谁说的？你就别问了，有没有这事儿吧？这都是传闻，不足为凭。现在的干部政策，中央有新的指示。行了，你就别瞒着我了。我不是羡慕你，我是觉得你革命了这么多年，也真该升一升啊。只是有点舍不得你，从到红海基地我就跟你在一起，年头不短了。老王，不说这些了。晚上你有什么事吗？咱们找个地方喝点酒。不喝，我戒了。戒酒？那我就戒饭。我是连戒酒带戒饭。戒饭为什么？子不教，父之过。我戒饭3日，以示对自己的惩戒。你这是在惩罚自己呢，还是心疼你的儿子？都说你老王无情，我看你大大小小也是个刑徒，用你自己儿子的错误来惩罚自己，太荒唐了吧？儿子的错误就是老子的错误，老子必须得承担。哎，海军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让我们家那口子知道，要不然我没得安生啊。
不吃啊？怎么了？我不想吃，没胃口。是不是不舒服啊？我来给你看看吧。哎呀，早就说让你上医院检查一下你。不用，我身体没事啊。可你脸色很难看啊。走吧，上医院。哎呀，我说没事就没事，你啰嗦个什么呀你？干什么？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是不是海军又出什么事儿了？没有，没事。省点心。怎么了你？啊，捣鼓什么呢你？没事儿。你脸色那么难看，我给你量量血压吧。哎呦，深更半夜的量什么血压你？那没事，你睡吧啊。你给我说实话，海军真的没什么事儿？我都说了多少遍了，他没事儿，没事儿，你烦不烦啊？我今天这心里老不对劲儿。海军他现在是个大人，他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你就别瞎操心了。睡觉吧，睡觉。啊？那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快睡觉吧。你也睡吧啊。我待会儿。我被关禁闭的第二天，我爸爸瞒着妈妈去医院量了血压。据他自己说，就是从包子事件开始，他就落了个高血压的毛病。我一直以为他是天底下心肠最狠的父亲，可是谁也想不到，他把对儿子的爱埋得很深很深。身体状况还可以，就是精神有点压抑。政委，咱真的要关他10天啊？海军这回又没犯什么大错，这么处理是不是太重了？这一下老王可难办了。不过呢，命令是死的，人是活的，你们在执行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分寸。可以让他出来多透透气，晒晒阳光。这饭里边一定要该增加营养。你比如说菠菜啊、萝卜什么的，千万别给我惯出毛病来了。王海军是个有前途的孩子。我明白了，去吧。是。
同志你好。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你认识王海军吗？认识。他人呢？他出不来了。他怎么了？受伤了？受伤，他要受伤倒成英雄了。哎，他出什么事儿了吗？小玉，你听见我说什么没有？王海军又犯事儿了，比上回还严重，听说还关了禁闭呢。你知道关了多长时间吗？10天。听说呀，是他们家老爷子亲自下的命令，没人敢通融。这可是海军史上禁闭时间最长的了，估计放出来的时候人都关傻了。我已经找过我们家老爷子了，这些老兵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六亲不认。我是没辙了，看来啊，只能靠你了。小玉啊，海军可是咱的哥们儿，还是你的哥哥呢，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他关禁闭关我什么事儿啊？我要去复习了，该走了。小玉，小玉，小玉，现在可是王海军的生死关头，你就不能替他说句话吗？这可是生死攸关啊！我早就说过了，绝不再帮王海军任何忙。行，你不帮我帮，我卢向东绝对不是那种见死不救、忘恩负义的人。马金城同志，马所长，喊什么喊？那将上忙着呢吗？啊！我有很要紧的事儿。我的事儿也很要紧呢。你要是再不听手，你信不信把你就全知道了？你凭什么杀我同志？你没有理由啊！啊！以后任何人都不要帮王海军的忙，这话可是你说的。女儿的话，我当爸爸的能不听吗？你都知道了。放在锅里面自己吃去吧啊！爸，这事儿你得管。你自己说话不算数了啊！至少这回不算。这件事情很紧急，现在只有你能帮他了，我求求你了，爸。你还嫌我的麻烦不够啊？王山回关他的儿子，他自己都不心疼。你说咱们着什么急啊？啊！再说了，王海军这小子，这小聪明用的不是地方，该受的惩罚。那惩罚的也太重了吧，爸。马所长，你要是不管，你可别后悔。王山奎能六亲不认，我也能。我说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啊？丫头啊，你的岁数还小，多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吧啊！你管是不管？那好，从现在开始，你就没有这个女儿了。不错呀啊！虽然吃了次亏，也算长了记性。不过只会算溜压不行啊，还要掌握多的知识。我们喊高科技建军，不能当口号喊着玩儿，得真枪实弹的见成效啊！哎，马总啊，您这也忙活了大半天了，也挺辛苦的。我让炊事班给您做了点吃的，您吃完饭再回去吧。哈哈，好啊，好久没吃过海军那小子蒸的包子了，怪响的。哎，海军那小子呢？我怎么没见着他？他犯点错误，正反省呢。什么？他又犯错误了？这小子怎么记吃不记打呀？啊？他在哪儿呢？我得教育教育他。这战士嘛，怎么能不守纪律呢？你上次你害得我受了处分，哎，这次是不是也连累你们了？啊？
马总，教育他就不必了吧？您还是先吃饭吧。怎么着？不让我去看他啊？就是判了刑，也允许探监吗？啊？我说你小子，当年搞长波台的时候，对我是一口一个老师的叫着，如今当了舰长了，怎么着？不认识人了？哪能呢，马总？那就前面带路吧。带路吧，走。来，慢点。那时候，你怎么来了？你小子那么不让人省心。马叔，我求求你，想办法把我弄出去啊！我实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这儿跟地狱一样，比18层地狱还难受呢。活该，你这是自作自受，没人帮得了你。哎，马叔，你太不够朋友了。那你就看着我在这被他们关死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我看啊，这对你来说呀，不是什么坏事。就这还不坏呢？把我关在这儿，我都快憋死了。想让我把你弄出去是吧？这事我做不到，我也不能这么做。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可以帮你消闷解愁。这什么呀？这个？我听小玉说，你所有课程中物理最差，啊。这本书啊，是一本俄文版的物理习题汇编，由易到难，由浅入深，你好好看看。好在你有的时间。也没人打搅你。马叔，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哪有心情看书啊？再说了，我就算看了也没用。上回考试，我3门成绩加起来，考的还不如小玉1门成绩高呢。瞧你小子这点出息！王海军，你给我听好了，你坐这儿是不舒服，但是能比我当年搞长波台的时候下调些是可怕。几千万伏的高压，随时可能把我老马烧成一堆焦骨，那才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我在里边待了2分57秒，不是我老马吹牛，除了我，恐怕没几个人有这种胆量。在这儿，你才住了几天？啊，就受不了了？把书拿着，给我认认真真的看，千万别让我小看了你。我希望你靠自己的毅力走出去。如果你还是个爷们儿的话。你下午去找卢政委啊。好了，哎，进来。老马，来，坐。首长找我有事儿？你去159间搞科研调查了？嗯，去了。见着他没有？谁？你给我装什么傻呀你？我不是装傻，我是真傻。行了，别给我打哑谜了，行吗？啊，这么多件你不去，你非选159间去，你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你跟我说说，
他没事吧？我说你还关心他？废话，我为什么不关心他？他是我王山魁的儿子，啊！我不关心他，谁关心他？他没事吧？还行吧。哎，什么叫还行啊？你就不能说的具体点？比如说身体啊，精神面貌啊，吃啊什么？这小子没在背后说我坏话吧？没骂我？报告。老马，听说你在509干得不错啊！这上上下下的群众啊，积极性都被你调动起来了。我就知道你是一块好钢啊，放在什么地方都会闪光。这个报告让卢政委再看一下。是。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样？我不是说过了吗？还好，目前呢还没被关上。行，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哎，你吃了没有？我让他们给你打点。不，你吃吧。正好啊，我找你还有事儿。咱们就言归正传吧。啊，好。509所关于信息化平台的申请报告，上面批下了没？大家都等着呢。哎呀，恐怕要让你失望了。怎么了？我们的申请报告递上去了，上面说要研究论证才能批复。论证？那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光是这样，前段时间我们递上去的导弹驱逐舰作战系统指挥数字化系统，我们要求追加3000万，这也搁浅了，也是说要研究论证才能批复。就是说1分钱也没有了。暂时的啊。你让我怎么向知府交代？我也没办法呀，啊！现在已经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了，啊！国家的项目的钱也不能搞大锅饭。咱们这个军工项目，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罗锅上坡钱紧的地步，所有的项目都要经过研究论证才能批复。论证？我的项目要论证吗？连我马建成也要他们专家组来评价吗？我搞长国台的时候，那些人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说你嚷嚷什么？你冷静点行吗？你冲我嚷嚷什么？现在已经有人提出来了，我们前段时间搞的这个核潜艇数字化平台指挥系统，已经花了快1个亿了，啊，还没搞完呢。怎么办？现在国家是一边要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一边要勒紧裤带、挤牙膏，挤出经费来搞国防军工建设。这我们也得体谅啊。财政是的确有困难，你嚷嚷什么？你过来，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不该说的啊。军委已经决定了，要精兵简政，打裁军。别给我乱说啊！发展经济跟加强国防建设根本就不矛盾。没有强大的国防力量，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啊，
那是瞎扯淡。精兵简政不等于是解散军队、解散海军呢？你财政再紧，也要抓高技术项目啊！国家搞两弹一星的时候，困不困难？搞长波台的时候，困不困难？因为困难就不搞了吗？没有说不搞，不是说要研究论证吗？屁话！论证怎么论证啊？论证到什么时候？哼！我觉得是有些人，认为我们发展的不错了，技术力量也提高了，认为是前线无战事，可以刀枪入库、放马南山了。他们知不知道，我们距离一个真正的强大的海军还差得远着呢？他们知不知道，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呢？当年，如果不是党和国家勒紧裤带，搞出两弹一星，搞出长波台和核潜艇，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吗？啊，不可能。过去如此，你现在也是如此啊。我们现在只是跟过去比，是进步了，而且是突飞猛进。我们怎么就不能做一下横向比较呢？啊，跟那些比我们先进的发达国家比呢？跟他们比一比就知道了，我们现在有多落后。你说的有道理啊，慢慢说，慢慢说，你别一遇到事就这么急嘛。倒霉也倒霉在我们干什么事的时候都是你不要着急，慢慢来，慢慢来。怎么慢慢来啊？敢慢慢来吗？啊，我们脱了鞋撵还撵不上人家呢，慢慢来。你再慢慢来，我们就真的回到小渔船、小舢板的年代了。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跟你理解个屁！对不起，我也没识太。对不起。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我们的雷达声纳系统和攻击系统的数字化是已经投入了1个亿，但是呢，这些钱没乱花呀。我们已经出了陆上模拟系统，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研制过程，就差扫尾的检测和实际测试。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